哇，我們對於其他人的秘書，我們都是瑟瑟發抖。對，因為他就代表他的老闆。对啊，对，所以你不可能对于任何服務我的人不客氣的。就如果未來有任何商單啊，或者是其他人要找我們服務，你對我們任何一個工作人員不客氣，那你不用想說我會做你任何事情。哦，我想到可以称讚 Kim 的点了。哦耶耶耶！哦，天哪天哪！就是正襟危坐，正襟危坐。這邊是登機前廣播，最後登機呼叫。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提醒您，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不提供承諾結果，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如果您正在猶豫，不是因為您不夠好，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再次提醒 ，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謝謝您準時登機，再會。在別人疑似欺負或者是造成工作人員非常的困擾的時候，他是會站出來發聲的，就是他會擋在我們的前面說。我有時候真的是我發聲，本來就是啊。对，這個是我覺得你們不可以這樣子。同意同意。因為我們是大腦跟手腳的關係，還有身體的關係。所以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手腳的延伸嘛。補充，停一拍要補充。對啊，就是，如果你們踩到我的手跟腳，就如同你踩到我本人，所以你本來就不可以對工作人員不客氣。甚至那個時候有人在創業大課，我在下課的時候，也有人跟工作人員講話很不禮貌了，我也會想電他，說你不可以跟我們的工作人員或者工讀生這樣子講話，對，這是不禮貌，或者說你提出的要求是他們超過他們可以服務的範圍，那你卻還在刁難他的，這個我也會制止他們。本來就是要這樣啊，不能對工作人員不好，這倒是真的。你看哦，之前有一個我就不講誰的演唱會，反正就出了名的對工作人員不好的，然後那個人呢就把他的貴賓卡在外面，不讓他進演唱會。沒有貴賓證不能進來哦。他說啊，怎麼可能？你看不出來我的臉嗎？我跟他是誰？我是他媽的誰？我怎麼可能不行？不好意思，你沒有 VIP 票，你就是不能進來。怎麼可能？我現在打電話給他，叫他出來接我。不好意思，他現在正在演唱會當中，他不可能接你電話。整場他媽的家屬站在外面看演唱會的。蠻帥的，蠻 respect。所以你知道你平常拿到的 podcast 是已經優化過，用手就自動逼掉。對啊，不是，來講一下行程啊，看我們的行程已經大落後。啊，不是，可是我蠻喜歡這個主題的。對啊，他們難得有一個共識，說我終於找到可以的。我們繼續聊，沒事啊，可以，我 OK 啊。好，那我們最後一集來聊一下行程，總要聊吧。要公告一些 information 吧。大家還有什麼？啊，團隊進步我自己，因為我聽完你們大家了。我今年做了，因為今年做了小巨蛋的，要做小巨蛋的關係嘛，然後有很多我生命中不確定的事情正在發生中，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要花時間跟自己相處，然後同時也要理解你如何不能夠帶給團隊更多的麻煩。所以比較的方式，你得要練習管理自己。所以如果你今年真的要有更多的進步的話，我會希望我能夠更學會跟我自己相處的方式，並且當我擺在陌生的環境時，我會有高品質的演出。你這聽起來像在禱告。沒有，因為我之前我不知道我跟那個也是跟那個我的表演教練在聊天嘛，我就說每次我聽到表演的時候，我的腦中的畫面都很不好，我腦中的畫面都是這不真誠，我就不懂為什麼要表演。I mean， 然後後來那一天我就看了我在新城之境的訪談，就是去年我們在做新城之境後有一個類似 behind the scene 的這種訪談，然後那時候是 Jason 訪問我，對，他就在問我說：“哎，哥，我們10分鐘之後要上去了，感覺怎麼樣？”然後也有一個是我中間已經講完了，我回休息室，他有一個很快速的訪談。然後我就居然說了，我找到了我在這個表演中
我就講了那2個字，我自己 fucking 我很不喜歡的字。我說我居然在這個表演中，我找到了跟我情緒和平相處的方法，然後我讓它自然去流動。那這個是我最近被我表演教練電最多的東西。他說你沒有辦法，你不能抑制它流動，然後你也不要在你哭或者幹嘛的時候說不好意思或者對不起或者幹嘛，沒有人需要你道歉，你只要學會跟他好好相處就可以。但我現在還是沒辦法，就像我剛剛那樣，我會停住我自己，我不會讓他就是這樣子。但是他們希望我的狀態是就 let him or let her go， 你就讓他發生吧。但一直到現在，我都會像我剛剛那樣，我會踏剎車，而且我沒有意識我會把剎車踏下去，我就會要停下它。然後這個就是變成一个我自己生命歷程中的掣肘吧。但你有遇過，如果你完全 let it go 會發生不好的事情嗎？以前有這種經驗，極糟糕的經驗，但現在不會了，因為像我身心靈相對很成熟嘛，我面對很多複雜的事，我也經常通過心理諮商來完整我自己。只是我會有那個反射，然後後來前幾天我有看到另外一個人在解析我們當初看那個 F1 的紀錄片嘛，也不是解析 F1 的電影，然後他說一台超快的車，它所要擁有的技能是很好讓它停下來的剎車系統，所以我就理解為什麼我會有剎車系統的存在，但這同時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是否在擔心，當這台車我能夠更自由的操駕它時，我會無法操駕它。然後這個場景，我必須在小巨蛋前，我要能無論那個詞叫什麼，無論那個詞叫做克服、習慣、釋懷、開放，無論那個詞我們現在怎麼定義它，我都得在那一天要能夠駕駛這台車。所以每一天都有很多我生命中很不容易的事情出現，但是不確定你們會不會理解。只是當那一天我去，因為我就想要碰更多未知的東西嘛，比如說包含前一陣我要碰馬術，然後希望就是借由不穩定的東西來喚醒我自己，我正在掌握不穩定的東西，然後最近會開始穩定，會上皮拉提斯，因為我發覺，因為我跟我健身教練聊過這個事情，他就跟我說，那個健身我們在做的很多是大肌群訓練，什麼胸背腿都是很大的肌群，然後呢，你去上皮拉提斯對你會有幫助的原因是因為大肌群是小肌群的組合嘛，或者小肌群都在大肌群的附近，比如說背部，你闊背肌旁邊有很多小肌群，什麼小圓肌、大圓肌各種，是圍繞着大肌群的。所以如果你能夠學會控制小肌群，對你大肌群的訓練是會有線性的幫助的。然後我就從這個道理裡面悟出來，如果我不把現在我全部的情緒種類做一次重新的分類，我會很不知道這個情緒來的時候，它是反映了我哪一個部分，我就會把它全部都踏剎車，因為現在沒有東西能夠穿過那個門，真理之門，我只能識別出之後，哦，好，這時候原來我是感動我自己了，所以這個情緒能給觀眾，因為感動我自己的東西，觀眾也會受到感動。但如果這時候我覺得是恐怖，我嚇壞我自己，我不能我不能把那東西放出去，因為你們會忽然會很焦慮。所以我就要一直重新識別這些東西是什麼，然後通過我無論是在皮拉提斯，無論是在潛水或游泳或者瑜伽各種東西，冰浴，我要在這些東西裡面重新找回那種感覺。你有戲劇老師嗎？我的那個歌唱老師，他同時是戲劇老師，舞台劇演員。對啊，但我覺得他現在這個狀態就是 F1 賽車的那個模擬過彎。所有的 F1 賽車都是在最高速度的時候過彎，然後適應翻車的這個過程。沒有，昨天跟鐘賢教授看靠北，你他媽黑到，不好意思，哎，鐘賢啊，不要這樣了，你不會介意的。那個在跟老師在聊天的時候，他一直在重複講說 ，Ken 你就是練習，沒有別的，你就是練習。我會覺得哇。這個字這麼簡單的這2個字，居然要在接下來給我們上小巨蛋的170幾天，每一天陪伴着我，我真的好難想象這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啊！每一天都很刺激。那你不用 worry 啊，你有很好的支持系統。我想如果沒有的話，我大概也不會放那麼開，因為我覺得做小巨蛋又超越了我當年在做星辰之境的好幾千倍的難度。但是我覺得終究上舞台的
就說一個人呢，就那個人壓力會炸裂。但我隨時會讓小君拿着麥克風在升降台下。沒，但我覺得我一直覺得其實都不是。我講真的，那一天我跟蜜柑在聊天，我就跟他說你喜歡做的是什麼？他說他喜歡做幕後。然後我說那你過去在制片廠的時候，你做的最多事情是什麼？他說他喜歡by the way，蜜柑是 Pop Daily 的我一個夥伴。然後他說他在片場的時候很喜歡拿着攝影機去拍那一些正在認真工作但卻還沒有結果的人認真工作的表情。他說那個表情就是他工作中的最大成就感，而不是那個人真的上舞台時他幹嘛了。他覺得那個的感動 vs 他在幕後看到大家的努力的感動，他更認為那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定義了自己，就是他的高光時刻就是在幕後的時候，那是他的高光時刻。所以我就懂，原來每一個人的高光时刻不一定是如我們所想象的那個时刻叫做他的高光时刻。所以我會認为說，我站在舞台上我講的這句話是我的高光時刻，但很多的人可能就是票務很順利就是他的高光時刻。畫出小巨蛋的 Excel 座位圖是高光時刻，然後拿去競標賣給他，賣給別人，媽的，幹嘛我一定要賺這個錢？歡迎你以後要去小巨蛋，你繞不開我們，我們有真正正確的圖，幽默。有很多人的圖是不對的、啊，沒有在他的場，也許是對的。對，在他世界是對的，但是在我們不對。沒有，但他因為他沒有他有一個邏輯是全開與遮蔽嘛，對，所以大家給我們都是他的遮蔽版，但沒有人有真正全開的版本。哦，我們有全開的版本，非常好，歡迎大家就是寫信競標，寫信給小金魚，打+1，我要打全開，打+1，大概是這樣了，自己這幾個月的心得。好啊，如果大家就是2020年有什麼想要更進步的方向，也歡迎寫信跟我們說。留言啦，留言啦，感謝，下期見，拜拜。My body, you know what you do. You'r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me, drives me crazy.